开，然后想说早点开始，然后播完了跟朋友去打网球去。每天不打网球就是浑身难受。你看打完网球以后，就是下颚线就会好很多，然后皮肤也会好很多。喝的，最近前两天生病了，上吐下泻的，可能在北京中毒了，然后胃不是很舒服，然后一直吐什么的，导致录歌的时候录新的 OST 录了2次，果然身体不舒服，这个丹田之气啊，那个中气就会不足，所以喝一点陈皮水。对，北京好像有个病毒，就是会上吐下泻的，就是丹田之气，对。然后新的一年到来了，上回年前跟大家聊了一下，然后今天又是3月14号，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然后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今天也是跟大家约定好了，然后直播跟大家见面聊聊天。新的 OST 很好听，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就是跟这位老师作词的老师合作了几次，他的歌词每都会让我有很多的画面，然后唱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动，那种感动的心就是会让人热泪盈眶，就是不是那种哭出来的那种，就是那种感动的那种情绪就会涌上，不是涌上心头，是涌到我的眼睛里，然后很好听，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吧。然后歌词写的也是非常的打动我，戳中我。5月份，留点悬念吧。然后这2天一直在忙定档的事情，5月份跟大家见面定档的事情，因为确实我知道，就是5一结束之后，大家出来都比较困难，所以呢，也是特意把见面会移到了5月3号，5月3号在马来，对，在吉隆坡，然后会跟大家见面。现在主要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忙新剧的事情，已经进入了做特效的环节，剪辑基本上已经定稿了，除了一些小细节的调整，所以就是说把特效，因为我们这个戏特效还不少，所以呢要把特效的部分进行一个调整，然后也在学习，因为现在 AI 对影视行业的冲击也是非常大，所以也在学习如何利用好 AI 去辅佐我们去完成一个影视剧的一个创作。然后想问问大家，过年都过得怎么样啊？过年过得跟家人相聚的开不开心啊？然后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啊，或者是都做了些什么呀？吃胖了。今年的过年，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最自律的一年。我大概连续打了10几天的网球，没有一天断过。
因为确实在家，除了吃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做，然后讨论新的剧本然后就是跟家人聚一聚，然后就是好好的运动，打网球，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我觉得其实今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年，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聊，其实过完，因为说过完15才是算过完年嘛，那过完15其实都已经3月份了，就是等于说我现在也在，因为公司有些事情要管嘛，那其实第1季度就结束了，就今年过完年就3月份了，现在已经3月14号了，就等于说没几个月又要过年了，所以还是压力蛮大的，所以一直都在忙新的 OST 啊，然后做音乐啊，然后做这个新剧的后期，包括开发新的剧本，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进入到这个小团体来，大家一起开发脑洞，去提出更好的创意，然后写出更好的剧本吧。我觉得是未来 AI 时代到来。我也看了一些就是采访啊，包括一些好莱坞演员，包括一些行业内的人领军人物对 AI 的一个看法和憧憬。我是觉着越来越回到内容为王的一个时代吧。那我其实问我害不害怕 AI 代替，我一直是包括跟一起合作的演员，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我说其实我并不害怕 AI 能够替代一部分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替代不了的是人自己自我最独特的经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那替代的可能是一些模式化、一些标准化和一些 poker face 吧，就是很标签化的一些表演。但是真正走心的，真正是自己特别的经历，然后特别的一种想法，我觉得这样的表演是不会被代替的。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我一直在说，好像在创业一样，就是要重新去进入到一个拓展自己的赛道，成为一个有制作能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司也好，个人也好，那更多的是你要去了解每个环节，包括自己做导演，自己做监制，其实要操心的事情远远多出了我的想象，很多事情都是需要自己去解决和自己去沉淀，包括我现在看书看剧的量大大的增加了。在打网球，然后忙公司的事情之后，去看了很多，就是包括看综艺也好，看综艺、看剧、看电影、看书，我会觉得更要去提升自己，更要把时间花到一些学习上。旁边放了一点钢琴曲，然后让大家可以在一个更轻松、更加愉快的这个氛围下开启个聊天。要不然这样我觉得有一点小音乐挺好的，更加增加了自己说话表达的一种情绪。喝什么茶？对，不是说了那个上吐下泻嘛，所以这个应该是那个陈皮泡水，陈皮白茶，其实可以放点白茶，陈皮白茶加那个就泡水，
煮热了喝，就是疏通自己的气啊。冬天要过了，雪季也快过了啊。那我读2个粉丝投稿的故事吧，讲他过年的经历。10几年的海外党，虽然近些年元旦放假都会回国，但是都是接妈妈来南方姐姐的家里团聚。算一算，疫情后6、7年没回过老家山东了，心里一直计划着什么时候一定要再回到小时候长大的地方陪陪妈妈。今年春节，姐姐带着一家回老家过年，妈妈很开心，忙前忙后的，跟我视频的时候不停地催，明年你也要回来过年啊。我知道她很挂念独自在外的我，看着视频里的妈妈逐渐老去，虽然身体还算硬朗，可是我知道能陪伴她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想到了就马上行动，于是立刻订了4月底回山东的机票。我已经等不了中秋节才回去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不管我已步入中年，我在职场上如何努力地做个大人，在妈妈的面前，我永远可以做一个撒娇的孩子。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飞奔回家，跟妈妈说：“妈妈，我回来了。”过年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时刻啊，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个时刻，不管你忙什么，不管你在海外还是在国内，还是在不同的城市，都会亲人聚在一起。这次也是我们家舅舅啊、姨姨啊，大家都会在一起过年。还是大家聊聊，可能大家真的是因为生活在不同的城市，没有那么多时间见面，大家都会聊聊近况啊。特别是已经开始聊我们这一代了，就是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为，感觉渐渐的要成为这个家庭里面的中流砥柱。然后还有说今年过年开心事就是人生过了大半辈子，作为北方雪窝子里长大，每年过年都要穿各种羽绒服、棉服、羊绒大衣的人，第一次穿着短袖 T 恤在三亚过个大年，那种感觉很奇妙。是啊，我过年也跑到了深圳，气候确实好，北京根本就没办法打球，深圳天天户外打球，那种空气带来的舒适感和气候带来的舒适感还是不一样。但是冬天有冬天的美，夏天有夏天的美，夏天有夏天的好。所以我回北京我也挺开心的，渐渐感受到冰雪融化，然后还遇上了北京的一场大雪。哇，我那天早上起来漫天的飞雪，我说这新疆吗？那个雪下的好大，白茫茫的一片。然后看到这个有些路上的这个梅花也开了，慢慢的在枝头展露出它的芬芳，也是很奇妙的一个景色。就是你永远一直在盛夏，一直在一个穿短袖短裤的时候，你有时候也感受不到四季的变化，感受不到自己身体的也是跟随四季。就像我之前一直在读的那个24节气的一个文章，确实我也会读完以后就会按照那个方式来保养自己的身体，该吃什么该喝什么。今天3月6日，我来到汉汉的家乡新余，一直想去，今天终于圆梦。逛了仙女湖抱石公园、赣西民族风情街，打卡了新余4中，吃鸡、老张炒粉619，品尝了汉汉最爱的炒粉，很对我的口味，也很喜欢。
其实我现在回老家的机会不多，那妈妈经常会回去，就是清明节扫墓啊，或者是一些忙一些事情的时候，她会回去。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国外也能保持一些过年的传统，一直以来都和他们一起写春联。从一开始我自己写，他们凑热闹，到后来他们写一联，我写一联。今年终于发现，上下联不再有那么明显的差别了。一个是我本来字就写的不怎么样，另一个是孩子终于进步了。然后读完大家的这个新年的一些故事啊，这个工作人员写了一段话，我之前在对稿的时候，对直播内容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的一段话，这里也念给大家听一下。最近很多人在讨论，为什么感觉年味儿越来越淡了？看到一个很戳心的说法，特别有道理。小时候的年味儿是长辈为我们撑起的仪式感，而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该轮到自己把这份年味儿传递下去。人不能一直只做接受者，却忘了传承。你觉得年味消失，不是因为节日变了，而是因为你已经从感受年味的人，慢慢变成了制造年味的人。愿我们都能守住传统，把温暖与仪式感一代一代传下去。说的就有点来自这个有点心酸，所以其实长大越来越大就是一份责任吧。就像开始渐渐的，因为妈妈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她会特别操心自己的兄弟姐妹。虽然我是独生子，但是也会有一些表兄弟啊、堂兄弟啊，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考虑考虑，就是他们都在干什么啊，有什么合适的这个工作啊，然后大家能不能一起做点事情啊，对吧？感觉长大就是责任越来越重了，担子越来越重了。看你就是要变成你要去，不再是妈妈去要用心准备一顿年夜饭或者是什么了，渐渐的是你要为这个家去做些什么，而不是一直就是等着啊，我来了，屁股一坐，啥事也不干，啥事也不管，啥事也不操心。是因为你不操心，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不操心是因为有人替你操心。卡吗？还有今天有朋友生日，那就祝你生日快乐。Please say something for your international fans. Hello everyone. Best wishes for you and have a good day. 应该说什么呢？不知道。会有点糊吗？
正月16，600病。我们家里的习俗，每年正月16必须出门600病，最好穿白衣过桥，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在头发上插柏树枝，然后在遛弯的时候让柏树枝掉下来，寓意百病皆消，一年健健康康的。然后回家要好好洗个澡，寓意除祟消灾，万事吉祥。新的一年，春天是个生发的季节，大家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来自冬季啊，一长个时间的一个可能，蕴藏在身体里的浊气都要往外发，所以吃些补气的啊，吃些这个能够帮助肠胃、脾胃这个通气的一些食物，所以健健康康的，然后迎接新的一年的工作，新的一年的挑战，一年一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大家每年这个开头的时候必须有充足的动力，充足的激情，然后好好的春夏努力，在秋天的时候才会收获，对不对？就像我的春天，我是决定好好努力把剧本做扎实，把后期做得更好一些，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起码是我自己满意的作品吧。也能够在下一步的时候有所提高或者做得更好。然后再讲一下跟这位作词老师的合作，也是非常，我觉得是我非常敬佩和欣赏的一位老师。本来是计划年前的时候就是能收到这个歌词，但是就是卡住了。那我觉得是可能他需要一些更多的一些酝酿的时间，所以呢，等到他那个完稿了给我的时候，还写了一段他为什么这么写的一段话，也是很戳中我。那其实就想起了陈其刚老师在《饮者山河》的那些表达，就是他以他的标准，就是他给的东西，每次给的东西没有办法修改，也没有办法挑刺儿，就是好，就是打动你，就是当下最好的。所以有时候想想，就是一定要做那样的人是什么呢？你给出来的一个东西，你有自己的标准，你的标准，你能过自己这一关，才能够拿得给观众，或者是拿得出手。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就像我也是，你看一直在训练，然后到现在开始打比赛，那我也是觉得，我去了就要有争冠的实力，在这个级别。那所以就是我觉得 OK 了，我的训练量也到了，那我去检验自己。那我不会说我还不太行，我先不管了，先上。我是一个会自己自我有个非常这个有要求的一个这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心里的那个要求和那个门槛吧，自己那个坎儿，做人得过自己这个坎儿。然后新的一年，大家都有什么新的目标？我看了一下，哈哈，哎呀，大家怎么都在说减肥呀？一说减肥吧，我就像我说打网球，你们很难共情，很难理解和 get 到一样。你们一说减肥吧，我也很难跟大家说什么。还是好好吃饭，好好运动，然后作息健康。
对，我知道大家肯定都有这个减肥的困扰啊。行，我看大家都在说要把这个肥肉给我，我来替大家减。到现在老能吃了，一天我恨不得吃4餐，因为几乎每天都在打球，所以消耗特别大，就得补充，不补充我就感觉人特别虚，特别浑身没力气，所以得多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对不对？吃。我爱吃啥？其实我也跟朋友一起聊过这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我真的对吃没有那么大的食欲，我觉得就是要补充好营养啊，补充好能量，让自己有活力和有动力啊，就好了。那有的时候能吃到好，但我不喜欢吃太咸的东西，辣可以，但是不能吃太咸。昨天晚上还吃了顿小烧烤，哎呀，点了个特辣，没给自己辣晕了，太辣了，辣晕了给我。我得随时保持好状态啊，对吧？这个男人一过了30。再过35，那个状态夸夸的往下掉，哎呀，他万一这个不保持好状态，大家不想看我了，那才很心酸，是不是？太心酸了。前两天听到一个话，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确实。所以就是你要延长自己的好看的时期，延长自己非常优秀的状态，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得猛自律，早睡早起，然后尽量不去熬夜，少喝酒，吃健康一点，少油少盐，对吧？我是跟他们讲，就是说实话，我说我这经历和各方面，我其实和25岁没什么区别啊。Take easy，确实，咱们都要有一个轻松的心态啊。这种松弛肯定是来自于你的自律的，然后大家也看到我那个下雪天，不是，有个跳舞的朋友太狠了，人家那身体嗷嗷的，大下雪天穿短裤就穿一件薄薄的，这个像冲锋衣一样的，一点不冷。我们去吃饭，下着雪就去走路，他一点事儿没有。天哪，太可怕了。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比赛，我们俩商量的有奖金的，上一回我输给他了，痛失奖金，知道吧？难受。然后这次我说我要赢奖金，然后呢，我就很努力，结果在他让我分的情况下，还是战成了平手，没打完。打了2个小时没打完，生气，不甘心，我都苦练了这么久，都还没有赢过他，太不甘心。然后是他每一局你知道吗？
他每一局要让我2分，就是从30-0开始打，然后我没打过他，就是第一局就先输了。所以我越来越比赛的时候，越来越觉得比赛是个心态问题，他心态特别影响发挥，特别在我们这个阶段，可能不是那么的，没有那么的熟练，看那球就知道怎么打的时候，真的是啊！前2天我就觉得自己拿冠军了，哎，厉害了，你知道吧？就说哎呀，晚点去不着急，我们最后一个去没关系，等他们先打完那个我再上没关系，哎，咱就是那个冠军的松弛感，哎，结果到那儿。就因为没热身，然后加上天气冷，那手嘎嘎凉，过去被人一顿暴揍，连输2局，无缘决赛，我会觉得人还是不能够太骄傲，还是要谦卑的心，早早的先过去先热身，多穿一点，然后呢，好好的活动活动身体。这样才会有你专注度，先把专注度提上来了，然后把这个敬畏对手，不能够小瞧对手，才能够打出精彩的比赛，才能够压制住对手，在精神方面就可以压制他。所以还是不容小觑，还是要早点到。然后，因为我们只要在北京能碰上，我们都会一起，打球。其实我觉得，我跟这个我老叫他胖大厨，他打球特别像在做菜，颠勺，哎，左颠一下，右颠一下，左铲一下，右铲一下。然后，我觉得，朋友之间特别好的朋友之间哈，这种关系一定是。你有互相欣赏，就是他有让你很欣赏的点，你身上有让他欣赏的品质。就是你知道，为了这场球，我们那个我在打之前咔在家里热身，然后呢，那没想到他领先我，他让我2分，他比我厉害这么多，他也去健身房苦练。果然，优秀的人啊，他有优秀的道理，很认真的对待你，这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彼此的尊重。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去了好多地方，在巴黎啊，在泰国呀，包括最早的时候，在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在上海认识，然后一直以来保持一个不错的一个友谊的一个状态。他其实老早就开始劝我打网球了，我一直不愿意。我那时候正在打篮球，我想这网球不行，网球没有对抗，男人就应该玩这种肉搏，就冲撞，肌肉的碰撞。后来就受伤了嘛，觉得这个网球还是挺好的，多打网球，这个有助于保持年轻，然后也保持体力。音乐小声点吧，对，确实有点舒缓。开小点啊！真的，他老早就因为他打了10几年了，他国内外各种征战。我们还一起去泰国的时候，那时候我去潜水，我不考潜水证嘛，然后他就天天打网球。你别看跑他胖，跑老快了，哎呦给我累的。我们约定了等他回来，再次对决。这个胖大厨太能跑了，嘎能跑，而且我们都有那种运动员的意志品质，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不放弃，那种高度集中。我不能够一开始，因为我先输1盘，然后一直落后。然后我们定的规则就是，
到时间了，谁落后，谁就算输。为了不输，我真的是咬了牙槽根都咬碎了，跟他那个打，而且他很厉害，他自己说哈，他会说6国语言，因为在国外都是他帮我翻译，之前啊，现在可能我这个能力稍微强一点，之前在国外都是他帮我翻译，他会说像英语就不用说了，中文，然后还会说四川话，然后西班牙语，法语都会说，就觉得而且我觉得身边就是说一定要多交这种高精力人群的朋友，这会影响的。就是大家都是一种很积极的状态，就来打，来不服气不服输，就是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长久的关系，大家就会包括有同样的兴趣爱好啊，然后一起并肩作战，一起相互激励，就是我认为朋友能够走过很多很多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朋友来来去去，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之前我们也聊过，那真的你一直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就是因为你的经历，你的精神，你看待事物，你对待事物的一个态度，就会去帮助你一直保持好的状态。你要太厉害了，打完球还能喝酒，第二天早上起来工作完了又打球，晚上还能喝酒。脂肪是有脂肪的道理的，所以你们不要小瞧自己的脂肪，你知道吧？像我这太瘦啊，还是有不好的地方。你们脂肪，你看他那个脂肪很有用的。其实我打网球正儿八经，我是学，应该是那时候学的，有一次不是上2节课嘛，然后就新疆滑雪，不就把肩膀摔坏了，中间就停了半年。我应该大概就学了半年多，可能7、8个月吧。那真的从我那时候开始正儿八经学，那真的是，跟上班一样。他们说你上班。我也喝不了什么，一点就醉了，酒量真的差到爆炸。2025，也就是过去的一年，50年56。与一个认识近10年、10年33的漂亮小姑娘，开启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闺蜜，我俩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包括越来越多的相同的特点喜好。越说我们2人的相似相同，也就越来越多。人一旦建立了亲密好感，便总有着强行找补不完的缘分纠连。当然，我肯定也同他分享了我对哲瀚的喜爱，他也无不接受并祝福。那么，船长也让我们越来越好吧。对，我觉得找到一个好闺蜜、好兄弟，是非常幸运和幸福的一个事情。让大家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能够很好的成长。最近也看了一个那个新一季的那个恋综《单身即地狱》，我就看了。虽然我平时不太喜欢看这个东西，但无意间打开了，就点开来看了看。看了看以后，我确实在这个综艺里，大家在一种要交往不交往，然后还有几个观察员的这样分析的同时，确实它里面就说了，他说人是会在亲密关
亲密关系中成长。哎，我觉得这话说的其实真挺对的。包括你看和父母、和好朋友，对吧？和一起这个共同奋斗的伙伴，其实我们都在相互影响、相互成长。如果时间倒回到3年前，彼时我还没有开始为第一场演唱会的出行做准备，更不会预料到2个月后我会跌跌撞撞的一头撞进和好水母友们的缘分之中。5月10号那天，我站在场馆里，端着做好的物料，面对着流水般的经过自己的快乐面孔们，不知怎么开口。风风火火的这个水母朋友天神而降，一嗓子打破了我的踌躇。然后接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我们一起压马路，分享物料制作心得。在前台 check in 的时候，尴尬的发现自己只知道对方的网名。我们一同做同款打卡攻略，赌性大发的开盲盒。在演唱会散场后，沿着街道的寂静的街道一边走一边合唱，变成星星照亮你，对你轻声歌。我们住过花洒只出凉水的酒店，互换过面临航班大规模延误的新交，也在夜晚的插安吃着烧烤点歌，听着慢走不送的歌声铺满整片海滩，点点滴滴奇妙瞬间交织在一起。我们像潮汐一样，每次都定格在最快乐的瞬间。但也许不是我们选择了1年中最快乐的那几天见面，而是因为我们为了同一件事情的奔赴，才让那几串油墨印出来的数字变得不再无聊。所以新的1年依旧爱水母们，爱哲瀚。哎呀，怎么又读到这么感人的这个信吧，短信吧，算是一个。我也是很珍惜每次能和大家一起见面的一个时刻时光，也都会每每在我的印象里久久不能够散去。说实话，你们有阶段反应，我也会有阶段反应。我也希望，其实包括拍戏也好，见面会也好，演唱会也好，咱们都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起来，对吧？我最好的朋友是我的妈妈，她支持我所喜欢的一切，从23年第一场演唱会开始，陪着我一起去见你，直到现在。她身边的亲戚都是我追星着了魔要重视，她就说我喜欢汉哥带给我的都是积极向上的影响，不断的向你学习挺好的，说我开心快乐就行。我们家之间无话不谈，经常聊天到深夜。现在我在深圳，他们在老家，我们依旧每天都有视频聊天，所以我的父母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好幸运，好幸福，有这样一个能够不断理解自己的父母，做什么都站在背后支持自己的父母，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相信你一定会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然后能够把很多的爱分享给身边的人。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能力经历，为什么我说要做高精力的人呢？然后要拥有更多的爱呢？我觉得这样你拥有的多，才能够给予别人。如果你自我是一个很匮乏的，就像我为什么不断的看书看剧看一些很多东西，因为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在掏空自己的一个过程啊，因
因为你要竭尽所能、竭尽所思，把所有你最近想到的能够最好的这个些点子全部去表达出来，那你就会更需要补充，就像你得吃饭一样，对吧？为什么说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时刻保持好自己的能量，净化好自己的磁场，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更用心的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就像，比如说有一天，人家问你，我最近面对一些事情，你能不能推荐本书给我看？如果你是个平常不看书的人，你可能都没办法接这个话，没办法聊这个。所以，我认为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大家没有这个对别人好、爱别人的心，可能是他被生活、他被一些琐事去掏空了，然后他没有这个多余的东西再去给予别人和再去爱别人。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保护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心，然后让它充盈起来，让它丰富起来。这样你遇到你想保护的人也好，你想爱的人也好，你想珍重的友情也好，你就会有多余的部分，也不能说多余的部分，就是你才会有这个能力和情感也好，储备也好，去给予他们，去影响他们。对啊，而且这样一来一回，你别人给的爱，对吧？你也能够感知到和承受到，然后再去回馈别人，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如果本身你自己是一个很匮乏的人，我相信你爱人的能力也会很差。首先让自己丰富起来。第一次想认真的留个言，谈谈我那个本应该的最好的朋友。我有一个发小，真正意义的发小，从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了我们的缘分。我们两个预产期本来一天，本应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我们，由于他妈妈早产提前了1个星期，他妈妈推迟了10天，他变成了我妈妈推迟了10天。她变成了我的姐姐，但我们还是同学年。听我妈说，学前班就是我家出桌子，她家出凳子，两人就这样上学了。因为家庭因素，长大后我们人生轨道发生了很大分歧。我顺利的毕业，然后选择出国留学，而她中学毕业就去读了艺校，但他歌唱的特别好，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歌唱节目，也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虽然我们天各一方，很少见面和联系，但过年过节偶尔联系也没有觉得陌生。后来我回国见面次数多了，发现我们真的就是对于各种事情的想法有很大的分歧。可能我们生活背景太不同，所以对待问题看法很难有共同点，各自对对方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都不是很认同。慢慢的，其实我们都觉得可能不是发小早绝交了吧，这之间还是维持着基本的联系，直到我收到他的一封邮件，意思是说年纪大了需要取舍，一些不必要的人际关系觉得浪费时间，就是说可以不用来往了。我心情其实挺复杂的，一方面确实我们不是同频的人，完全说不到一块去，不来往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另一方面，失去了一个从小就在的亲人朋友的失落感，可能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怎么说呢？确实，我觉得没办法。我觉得各自住好就行了。
就是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保持那个心，就是你希望他好，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同时也不用去因为一个发小而否定自己，你也很好，只是可能就像情侣一样，也会分手，也会有不适合，或者在一个时间点不对的时候，他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追求，人就是走着走着就走散了。所以说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因为很多东西就像你说的，预产期本来一天，然后父母是你出凳子，他出桌子，其实更多的是你们俩父母之间的一个情感纽带，并不是你们俩之间的情感纽带。再者选择了不同的方向，对吧？不同的职业，思维模式发生分歧，也很正常啊。那就是各自住好，然后在各自的路上闪闪发光就好了。哲瀚有没有听过笔友这个名词？当然啦，笔名笔友。我小时候上学，通过以书会友认识的笔友，从聊彼此的学习开始，到家人朋友，直至毕业工作成家，我们的情谊一直延续到现在。从一开始只通过邮件，后面有了打电话就打电话，再后来有了 QQ 就 QQ 聊天打视频，再后来有了手机，再后来有了微信。你这个讲解的非常详细啊。今年过年前，我们这对认识了30年家的姐妹终于见面了。那一次我们订了她旁边的酒店，那天晚上我们飞到那都后半夜了，妹妹依然等我们来到了酒店，带我们去吃宵夜。30多年第一次见面，没有一点生疏，彼此真的好熟悉。那种感情就像亲妹妹一样，她和家人带着我们母女逛遍了她的城市，还去了她家里。我们两家人也都知道我们，想想也很开心，期待下一次见面不会那么久。哇哦，哇哦，30年，通信了30年，没见面，怎么忍住的？哇哦！那确实，就是觉得语言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语言是人发展、人类沟通情感的一个重要的媒介，所以聊得来真的也很重要。到现在你知道吗？那天也是在聊，就说以前哈。我酒量不好嘛，以前吃饭，包括这次过年也好，我有个好哥们儿带他妈跟我们一起在深圳过年，我们就一起每天都聊很多，因为他是个河南的，对吧？就是能喝，中原人是真的厉害，喝酒这方面啊，我的妈呀，河南人中，然后我就会陪着他嘛，多多少少对吧？大家意思意思，都一起喝一点。就有想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哈，我从来不吃饭的时候喝酒，就唱歌的时候喜欢喝一点，更好的抒发情感，然后也能多喝一点，就会唱一唱啊，喝一点就会醒。现在就开始吃饭，就有的时候就会喝酒。或者是吃完饭喝一点，整一点，就为什么呢？我后来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年轻的时候啊，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憧憬，一切都是好奇。虽然到我们这个年纪也好奇，也好奇的地方和点，不是说我们每天要认识不一样的人，要接触新鲜的事，哇，这个地方好玩，那个地方好玩，这个喝酒开心，那是怎么，那个地方哇五光十色。因为你说从小地方到了上海，到了大城市，现在对这些东西已经不好奇了。那更多的是什么？
你到了一定年纪，和这些一起成长的伙伴们，都是认识了10几年的伙伴们。我师弟认识10几年了，从读大学就认识，大家一起聊，发现玩了10几年，他有好多故事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什么机会坐在一起，就是单独的聊天喝酒。那其实是因为，第一不想熬太晚，对吧？早点开始，早点结束。那第二是，就可以有很多故事，有很多回忆，在这个时刻，有时候不需要热闹，就是一杯酒，聊会天，分享一下彼此的成长的经历，探讨一下人生应该怎么过，然后回忆回忆共同的记忆。就像这30年没有见的笔友，哇，太奇妙了！怎么可以忍住不见面的呢？还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挺好奇的。而且没有断过，就是那时候你看大家也是笔友啊，写信啊，或者什么 QQ 啊，这个什么微信啊，很容易人就断了。哪怕现在都很容易就是断联系。最好的朋友当然是老几啊，永远陪伴着我。那今天老几过生日，想对老几说，希望你多运动，少烦恼，大口吃肉，大口喝水，自在的享受新的1岁吧。那自己能和自己好好相处，成为好朋友也是非常棒的啊，棒棒的啊。有一位可以同频共振的最好的朋友，虽然我们不太常见面，但已经彼此陪伴了第9个年头。他还说我们是战友，从他身上获得了好多的能量，一想到他就会开心，感觉很有依靠，值得信赖，并心生敬意，常常感叹这人怎么牛掰成这个样子，我好幸运啊！如果有缘，这位最好的朋友正在读这个留言，我们都是彼此成长路上的伙伴。希望大家都是吧，新年，必须有个好的气象，好的心态，好的能量，对吧？我就说，什么老啦，什么东西，其实一方面又是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就是其实35岁了，对，已经有成熟的爱情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了，对吧？所以这跟大家小酌2杯，聊聊天挺好的。那一方面又有一种年轻人的倔强，就是聊我保持运动，对吧？我得保持好身材，我到60岁，我也要有腹肌，对吧？那保持好这个状态，这个是一种自我要求，要让自己跟年轻人有竞争力，对吧？你看胖大厨，是不是？比我大，那体力个嗷嗷的。那不能输给他。哎呀，读了半天有点累了，一直说也有点累。之前我有推荐给大家片单啊，春节发了一篇影评，大家看看啊，读大家的读后感。其实我蛮喜欢跟大家交流一些关于过年啊，关于友谊啊，关于各自的这个读书啊，包括各方面的一个分享吧。大家都分享所思所想，才会建立这种精神层面的一个链接，然后更好的
去前进。我要读一下这位粉丝的投稿。你的文字不仅仅是在谈论爱，而是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去感受爱。当你写到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时，那一刻真的触动了内心，因为那是真的。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感情，而是缺少翻译。我们曾多少次真诚地去爱，却用着对方尚未学会的语言，又有多少次被误解，其实只是渴望被理解。你说理解比遇见爱情更难得，这份成熟与坦诚令人敬佩。爱或许可以是冲动，是火焰，但理解需要倾听、耐心、勇气与脆弱。他需要在想要退缩时，依然选择靠近。你提到，在找到那个懂你的人之前，要先学会倾听自己，读懂自己。这是成长，是情感的责任，也是深度。你笔下的爱并不天真，也不理想化，它是真实的，是一种愿意学习、愿意翻译、愿意再一次的爱。他明白沉默也是语言，面具也是保护。困难并不等于没有感情，也许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你谈的不是如何在完美的爱情中做选择，而是否被真正听见，是否自己的语言被看见、被理解。谢谢你分享这样真诚而深刻的思考。你的文字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如何去爱，如何表达，如何倾听，也让我们想成为那种不仅会爱，更愿意用心去翻译对方心意的人。愿你也能遇到那个温柔读懂你语言的人。愿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声音都被认真聆听。哇哦，写得真棒哎！反正看完那个，我也有一个感想，就是包括现在因为拍戏了嘛，就也会希望自己的好哥们都能够有更好的机会，能够演到自己喜欢的角色，所以跟这些认识十几年的哥们啊，都最近的联系都比较频繁。对，那我觉得这也算一种亲密关系吧。我觉得，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关于情感的这个东西，关于翻译的东西，包括友情上、亲情上、爱情里，其实理解一个人真的是蛮难的，因为通常大家都戴着面具。那有的时候他戴着这个面具是什么呢？他没办法用真实的自己跟这个世界或者跟他人沟通，他只有戴上了面具。这个面具是他试图与其他人、试图与这个世界沟通的一个媒介一样。那我们有可能也是要戴上这个面具，尽量让别人听起来舒服，让别人相处起来舒心。那其实真正的自己是这样的吗？或者真实的自己是这样想的吗？其实不一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不仅是要会翻译对方的话，有的时候自己也是需要一个处理器的。因为有的时候你的真实想法和太直接的东西会很伤人。我前两天也是看了一个分享，说一嗔就是类似于一嗔毁所有吧，就是你不管你的财富或者什么东西，在你的，如果你是个非常易怒的人、暴怒的人、情绪不稳定的人，都会没有的。我觉得其实挺值得思考，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脾气，特别是跟妈妈相处，觉得自己脾气有点大，
现在越来越要调节自己的情绪，确实，能不能控制好自己的这个生气也好，愤怒也好，很重要。但是我又跟大家说，一直要心中那团火，那种心中火，就跟这个其实也不矛盾啊。对，就是包括你看，我们上 EMBA 也说不能够随便对员工发火，对吧？这些怨气、这些怒火都会在你这个公司的这个运行里当中来回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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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来传去的，对吧？我现在很难理解爱这种伪命题，每只青蛙都有它的井，没有得到过爱的人，可能在我们眼中这井外的世界，爱是人类创造出来，为了让人类相信世界是美好的。前天刚好看《永恒站》，写了一篇短评，思绪还在回味中，觉得你提到的友谊其实特别珍贵。其实超越男主 A， 站在了女主的角度，想到倾听和照顾她的心声，她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世界。其实我在看完电影后也有这样的犹疑，甚至在想是否因为影片主题的设定而刻意弱化了女主本身的意向与需求。后来忽然想到一篇一开始夫妻俩在赶赴派对的路上，女主提过希望养老的地方是高山流水之地，当时与男主 A 向往的海滩养老就有分歧，不知这是编剧有心埋下的伏笔，来呼应女主内心深处始终惦念着第一任的白月光丈夫，还是她原本的个体就喜好与白月光存在的男主 B 不谋而合。总之，影片的最后，她和男主 A 共同去往的世界，都不是他们赶赴派对路上讨论的养老世界，而是两人都心安理得地觉得有你的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这也许是编剧希望最终导向的命题结尾吧。另一部《爱情怎么翻译》计划在春节期间会看，主要是你推荐的，不然已经很多年不看韩剧。喜欢你提到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这本身引起了我的好奇与探索。分享在看完《永》后对爱这个宏大命题的感叹。个人偏向爱需要奉献付出有舍得，爱需要眼光能力格局，爱需要运气有缘同行有幸同频，爱是理想也可能是幻想，爱可能圆满也可能遗憾，爱需要放下的勇气，更需要坚定的信念。哇，整个一个就是人嘛，就是非常的矛盾，不感伤啊，不感伤。我们在讨论这个爱这个主题，怎么感伤呢？一点不感伤啊，不存在的。因为我还是打网球呢，来不及感伤。然后再分享几个，就是最近我在看的，这个电视剧，我已经看完了那个莎拉的真伪人生，哎呦不错，韩剧的制作水平
依旧是在线的。累，对吧？不什么累，棒。然后就看了一下《极限审判》，讲那个未来法院法官判定变成了 AI 来裁定，AI 法院提升这个裁定这个犯罪事情的这个一个效率。看了啥？你看了？哎呀，看了啥？看了啥呀？都说看了。然后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是刀锋的毛姆，什么刀锋的毛姆的刀锋。哎呀，刚刚念太多了，脑瓜子有点糊。哎，刚断了，现在好了吗？好了吗？毛姆的刀锋啊，好了没？现在好了没？刚我这里显示卡了一下，断了。好了啊，好了，这个，哎呀，剩下的这个准备的是准备的东西是非常的充分的。为了大家这次对吧，1个月1次的直播，准备的东西非常多啊！哎呀，读不完了，累了。毛姆的刀锋啊，记得好，毛姆的刀锋好看。毛姆笔下里面的男主人公拉里，又到了唱歌的时候。唱歌，唱歌，唱什么歌呀？哎，没想好，我看他们讨论唱什么歌吗？哎呀，今天没有唱歌这个环节，没有唱歌这个环节，省略掉了。哎，唱个我很喜欢的、很小众的一个歌吧。一首宋念宇的《爱上》，这个主要这个歌吧，在 KTV 现在点不到了，反正在台北纯 K 是点不到的，对，点不到了。然后，但我很喜欢这首歌。哎呀，清唱一下吧。那这个可以放吗？算了，没事，咱就清唱。哎呀，还有开会员咱也不开了啊，清唱。蓝色北京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白色云朵有情。